在这个星球上，有些生物可谓是行走的恐怖。今天，世界 Meet World 将带您领略世界10大最危险动物，第1名竟然一直就在我们身边，它们的存在让人敬畏不已。请做好准备，让我们一起揭开它们的神秘面纱。第10名，棕熊。棕熊亦称灰熊，是陆地上食肉目体型最大的哺乳动物之一，体长1.5至2.8米，肩高0.9至1.5米，雄性体重135至545千克，雌性体重80至250千克，颜色各异，如金色、棕色、黑色和棕黑等。前臂十分有力，前爪的爪尖最长能到15厘米。由于爪尖不能像猫科动物那样收回到爪鞘里，这些爪尖相对比较粗钝。前臂在挥击的时候力量强大，粗钝的爪子可以造成极大破坏。棕熊杀人或使人严重受伤的事件很少发生，但致命的遭遇还是有的。平均每年有2起致命的事件。当它们感到害怕、受到惊吓或被侵犯时，它们会表现出极具攻击性的本性。棕熊的攻击是非常危险的，它们可以轻易地撕开人的肉体，甚至致命。20世纪，在斯堪的纳维亚有3个人被棕熊杀死。1915年12月，日本北海道发生3毛别棕熊袭击事件，造成7人死亡，3人重伤。第9名，盒子水母。盒子水母是一种生活在澳大利亚和新几内亚北部、菲律宾和越南的水母，其特点是形如一个方形的盒子，因此得名盒子水母。别名又称海黄蜂，是海洋中的顶级透明杀手。这种水母仅有大约16英寸长，却有60根左右15英尺长的触角，最长可达到3米。每根触角有足够杀死60个人的毒素。它有4个眼睛集中的地方，共有24只眼睛。触须上生长着数千个储存毒液的刺细胞，只要有谁胆敢招惹它，它就会疯狂地给任何人或东西注射已知最有效的神经毒素。它们主动攻击人类时，会把触手甩出很远，先将游泳或潜水的人缠绕住，再用毒液阻断人的呼吸。据说，被海黄蜂袭击的人只有在受袭后几分钟内注射到解毒药，才能挽回一命。从1884年起，至少有5567条人命死于这种动物。盒子水母的毒液非常强烈，含有一种名为热荷沙素的神经毒素。被盒子水母的触手折到后，会引起剧烈的疼痛、恶心和呕吐等症状，直至休克和死亡。第8名，马来环蛇。马来环蛇是一种生活在东南亚地区的有毒蛇，也被称为王钩蛇。它们的身体长而细，头部小，呈淡灰色或浅黄色。王钩蛇通常生活在森林或丛林的树枝上，也可以在地面上活动。马来环蛇是一种具有高度攻击性的蛇，它们的毒液含有神经毒素和血液凝固素，可以导致神经麻痹、肌肉痉挛和出血等症状。可以说，马来环蛇是东南亚人民睡梦中的魔鬼，经常在不知不觉中剥夺别人的性命。由于马来环蛇喜欢在夜间捕食，它们经常为了追踪猎物而进入人类家中，而在东南亚农村，很多地方依旧保留着席地而睡的习惯。马来环蛇会经常在夜间接触到睡梦中的人，如果不小心触碰到了马来环蛇，它们就会发动自卫性攻击。由于马来环蛇毒牙较小，它们的咬伤并不会产生疼痛感，也不会再在皮肤上留下任何伤痕。睡梦中的人很有可能自己都不知道被马来环蛇咬伤了，所以导致很多人在睡梦中就有可能死去。第7名，非洲杀人蜂。非洲杀人蜂又叫非洲劲蜂，和普通的蜜蜂外表差别不大，很难从外表辨别这只蜜蜂是不是杀人蜂。它们要比在中国常见的马蜂小很多。不要被它们乖巧的外表欺骗，它们性格暴躁，攻击性极强，一旦招惹上它们，会被持续追击几百上千米，就算是跳到水里也无济于事。它们会在水面静静地等待，直到你憋不住自己浮出水面。杀人蜂特别喜欢打群架，不要命的那种。普通蜜蜂被骚扰，蜂群中大约有10%的成员会参与攻击，而非洲杀人蜂则会男女老少全员出动，
一个非洲杀人蜂群可能会高达80万只。想象一下80万只毒刺向你袭来的场面何等的震撼，说折成筛子一点都不过分。另外，人被蜜蜂叮咬的次数达到100至300次后就会有生命危险，但是为了确保足够的杀伤力，杀人蜂会进行上千次的毒液注射。杀人蜂这种攻击方式是搏命式的、自杀式的，每只杀人蜂只能攻击目标一次，像普通蜜蜂一样，杀人蜂蛰针上有倒钩，蛰人以后，在拔出蛰针的同时，毒囊和一部分肠子会被一同勾出，肠子断掉，消化系统被破坏，它们也就活不久了。第6名，巴西漫游蜘蛛。巴西漫游蜘蛛是分布于南美洲巴西等地的一种大型蜘蛛，全身都长满细毛，丑陋无比。它们是一种毒性很强且非常致命的蜘蛛，可以释放出一种强力神经毒素，导致神经失控、呼吸困难和剧烈疼痛。一旦被咬，需立即住院。2007年，吉尼斯世界纪录甚至授予了巴西漫游蜘蛛最毒蜘蛛的称号。它10毫米的毒腺分泌的毒液足以杀死225只老鼠。如果是人被它咬伤，若得不到及时救治，就会导致死亡。自1926年以来，已经有14人因此中毒身亡。巴西漫游蜘蛛从来不会织网，甚至都懒得像巴西黑大兰多蜘蛛那样拉一根丝。它们是机会主义的觅食者，大多数的时候都是走在路上，遇见什么可以吃的东西就捉住吃掉。即使对于体型数倍于他们的敌人，也从来不会惧怕。一旦感觉到自身受到威胁，就会首先发动攻击，不管目标是人或者是其他动物。这些流浪者不仅仅在丛林里活动，甚至还会爬进人群居住的区域，或者是藏在成把的青香蕉里，被各种交通工具带到远方，甚至是漂洋过海，因此又称香蕉蜘蛛。第5名，亚马逊巨蟒。亚马逊巨蟒是世界上最大的蟒蛇之一，生活在南美洲的亚马逊盆地、巴西、秘鲁等地。它是非常强大而又致命的掠食者，以大型哺乳动物、鸟类和爬行动物为食。亚马逊巨蟒的身体巨大且肌肉发达，完全成长者体长可达6米，将近重达150公斤。就外形而言，新大陆上难逢敌手。它们的皮肤通常是浅棕色或绿色的，有不规则的黑色斑点或条纹，这有助于它们在树叶和树干之间保持隐蔽。亚马逊巨蟒的头部相对较小，但有着强壮的颈部肌肉，能够快速攫取猎物。亚马逊巨蟒是非常优秀的猎手，它们会利用它们极佳的嗅觉和听觉来追踪猎物。当猎物靠近时，它们会快速扑向猎物，并用强大的肌肉勒死猎物，然后它们会张开血盆大口，将整个猎物吞入肚中。亚马逊巨蟒的消化系统非常强大，可以消化非常大的猎物，甚至可以长时间不进食。第4名，澳洲咸水鳄。澳洲咸水鳄是23个鳄鱼品种中最大型的，亦是世界上最大的爬行动物。雄性咸水鳄成年后体长一般不会超过5米，个别可达7米。雌性最大体长2.5至3米。成年咸水鳄体重可达600至1000千克。澳洲咸水鳄领地意识强烈，雄鳄独占领域，驱逐闯入者，一雄率拥群此。成鳄经常在水下，只眼鼻露出水面，耳目灵敏，受惊立即下沉。午后多伏水晒日，夜间目光如炬，右颚则带红光。澳洲咸水鳄捕食时的凶残面目，让它成为人们眼中的冷血杀手。杀手最致命的武器就是它又窄又长的血盆大嘴。这张占据澳洲咸水鳄体长1/6的大嘴有着极大的咬力，每平方厘米约200千克，比人的咬力强10倍以上。不过，澳洲咸水鳄的牙齿不能撕咬和咀嚼食物，它往往用大嘴夹住猎物，将它们拖到水岸边的石头或者树干旁猛烈地摔打，直到摔碎或者摔软后再一点点吃掉。第3名，行军蚁。行军蚁又称军团蚁，主要生活在亚马逊河流域，喜欢群体生活，一般一个群体就有100-200万只。和普通的蚂蚁不同，它们根本不会筑巢，从一出生就在不断的移动，发现猎物，吃掉猎物。
这种蚂蚁拥有强壮的颚，咬力比一般的蚂蚁强劲得多。在捕食时，它们会形成不同的进攻小组，协作作战，就像拥有强力武装的职业军人，所以才因此得名。在寻找猎物的同时，体型较大的行军蚁会站在行军蚁军队的附近保护军队。行军蚁集体捕食猎物的时候，它们出发时排成密集、极规则的纵队，而有些军蚁采取广阔的横队队形前进。它们一离开宿营地，就分支再分支，包抄并围攻猎取对象。它们将猎物撕咬成碎片，以便携带，然后再以行军的队形前进。蚁桥是行军蚁种内互助的一种方式，比如行军蚁遇到沟壑，它们会前赴后继地咬合在一起，形成蚁桥，以便于整个蚁群快速通过。在这个过程中，蚁群不会考虑单个个体的死亡，而是以大局为重。除了具有强大的攻击力和猎食力外，行军蚁还拥有其他的适应性特征，比如能够忍受高温、低温和干旱等恶劣环境。在南美洲的热带雨林中，行军蚁甚至可以攀爬到树梢上搜索食物和栖息地。第2名，金色箭毒蛙。金色箭毒蛙全身是鲜明的黄色或橘红色，是表示有毒的警告色。体长约 3.5 公分，在箭毒蛙家族中属于大型的种类。它是毒性最强的箭毒蛙，比一般箭毒蛙强20倍。这种蛙通常在南美洲的热带雨林中生活，喜欢在树叶或树干的阴暗处休息，但它们也会生活在沼泽、草原和森林的边缘地带。金色箭毒蛙在繁殖期间非常活跃，雌性蛙会在地面上筑巢，并为其孵化的卵提供保护。它们的毒液是由一种称为巴莫特毒素的神经毒素组成，这种毒素在短时间内就能够导致肌肉麻痹、呼吸停止和死亡。一只金色箭毒蛙所含有的毒素约2毫克，但此剂量可以杀死2万只实验用的老鼠。而人类的血液中只要含 0.2 毫克金色箭毒蛙毒素就足以夺命。第1名，蚊子。蚊子是长久以来我们很难避免的昆虫，然而蚊子却也是全球范围内最具破坏性和危险性的害虫。蚊子会利用其吸血和传播病毒的能力，给人类和其他动物带来很多困扰和危害。蚊子的寿命通常只有几周，但在这段时间内，它们可以繁殖出成千上万只幼虫。蚊子会通过嗅觉寻找人类和其他动物的血液，然后利用其吸血管从皮肤上吸血。这不仅会导致皮肤痒和疼痛，还可能传播病毒和其他疾病。蚊子可以通过吸血传播多种危险的病毒和疾病，包括疟疾、丝虫病、登革热、黄热病和寨卡病毒等。其中疟疾每年导致数百万人死亡，是蚊子传播的最致命的疾病之一。丝虫病也会导致严重的残疾和伤害，而登革热和黄热病则可以导致高热、出血和死亡。除此之外，蚊子也是一种非常顽固的害虫，它们在大多数环境中都可以繁殖，即使在干旱或寒冷的地区也不例外。蚊子的数量很快就会爆发，并且对许多传统防虫措施具有免疫力，这使得它们成为一种极难对抗的害虫。好了，以上就是咱们今天分享的10种最危险的动物，不知道哪个让您感到最可怕呢？欢迎在下面的评论区里告诉我们。如果您喜欢这期视频，欢迎点赞加订阅。感谢您的收看，我们下期再见。